相信吧，快乐的日子将会来临，一切都是瞬息，一切都将会过去，而那过去了的就会成为亲切的怀恋。光影23室，成年人的睡前小故事，我是阿月，每天为您带来最温暖的电影故事，一起来看千夜一夜。故事开始前，别忘了点击右下角的订阅按钮，让阿月的声音陪伴你每一个晚上。2022年的日本，在一个遥远的北方小岛上，有一处无人知晓的小渔村，而这里生活着一个年过60的独居老妇人，而她在等一个消失了30年的男人回家。今夜，梅子又梦见了那片洒满金光的海面，丈夫靠在她的耳畔，轻轻诉说这些年的漂泊旅程。她说，她乘着这片海去环游了世界，马朱罗、圣地亚哥、开普敦，那些地方的名字如同遥远而神秘的咒语，在梅子的梦里回荡。但当她睁眼的那一刹那，梦中暖融融的美好瞬间如泡沫般消散，迎接她的是沿海渔村清晨时分特有的湿冷寒意，丝丝缕缕侵入骨髓，却无人温存。30年来，梅子日复一日静静守望着丈夫归来。她不清楚丈夫当年为什么会走，就是突然有一天消失了，去了哪里，过得怎么样，没人知道。梅子每天去工厂上班前，都会来到海边，抱着那一线渺茫希望，寻找丈夫回来的踪迹。而她等了丈夫30年，村里的春楠也就等了她30年。春楠是十里八乡有名的捕鱼好手，早年想嫁给他的女孩数不胜数，可他只喜欢梅子，为了梅子从没结过婚。而春楠心疼梅子孤身一人生活的艰难，30年来雷打不动，每天都会给梅子送去刚捕的渔获。同事见梅子苦苦等了这么多年，也劝她不如就和春楠在一起，往后老了也有个依靠。梅子却不为所动，等待已成为她生命中坚守了30年的执念。她记得与丈夫那份轰轰烈烈的爱情，便也相信终有一天丈夫会再次回到自己身边。下班后，梅子先去看望了母亲。父亲去世后，母亲不肯搬到自己身边，所以她只能每天都抽空去照顾一会儿母亲。待一切安顿好，梅子才回到自己家中。推开门的瞬间，她会习惯性打声招呼，可屋内一如既往的寂静无声，她依旧没有等来想要的那声回应。而那些被梅子小心藏起的孤寂与失落，便也在这落日余晖里毫无保留地暴露在空气中。与此同时，刚从医院下班的护士田村拜访了丁长入江，请求她帮忙寻找自己的丈夫。原来田村的丈夫于2年前突然失踪，这期间田村没有找到任何绑架迹象，也没有找到任何线索。可入江为了照顾瘫痪在床的母亲，无法走远，便将梅子介绍给了田村。因为梅子的丈夫失踪了30年，在找人这方面，他也许能给田村一些帮助。于是田村根据地址找到了梅子。梅子得知她的来意后，不得不强调，即便是被列入特殊失踪人员名单，事情也不会出现什么转机。但田村这2年无果的调查中，已经渐渐认了命。她已不再执着人能否回来，她如今只想知道丈夫为什么会失踪，好早点放下心中的巨石，重新开启人生。田村拿出丈夫的照片，告诉梅子，丈夫杨思是个高中老师。2年前的一个下午，他说要出门散步，于是从那天起，自己再也没见过杨思。另一边，喝到醉醺醺的春楠走进家门，倒头就睡。因为对梅子的爱而不得，他一把年纪还没结婚，整日活得浑浑噩噩。令子这个当妈的看在眼里，是又着急又心疼，因此次日一早便单独找到梅子，请求她能发发善心，接受春楠，也算是给儿子一个好好生活的盼头。但令子没想到，梅子居然一直都没与丈夫离婚。看着她遗憾拒绝的眼神，令子一颗心瞬间坠入冰窟。她的儿子可该怎么办啊？可梅子心中只有自己的丈夫。下班后，她面对空荡荡的家，又听起了那盘听过无数遍的磁带。这台合适录音机放在30年前还是个新鲜事物，而在后来的30年里，周遭一切都在飞速变迁发展，唯有这台录音机好似被岁月遗忘，坚守着它唯一的使命，一遍又一遍地播放这盘磁带。略微沙哑的对话从录音机中传来，
往事历历在目。磁带里记录着丈夫第一次买来这台设备时非要喊自己来录音的场面，而那时的她还年轻，每一句撒娇的话语都有丈夫来回应。可如今她已老去，往昔的甜蜜化作深沉的思念，她心中的孤独与执着只能由这盘磁带来抚慰。和梅子的情况一样，田村在工作的医院里也有追求者，但她始终放不下失踪的丈夫，所以面对同事的示爱，田村只能委婉拒绝。为了完善失踪信息，梅子今日特意上门拜访田村，而这间专属于杨思的书房布置一如他离开前的模样。摊开的生物课本，没有写完的教案都还在书桌上摆着，好像杨思只是下楼买了杯咖啡，马上就会回来。至于客厅里的冰箱、茶几上的摆件，家中的每一个角落也都承载着田村与他的回忆，无时无刻不在刺痛着田村的心。田村不是没有想过搬家，可他与杨思的初遇就是在这个小镇里，他舍不得割舍这份回忆。田村昨晚又梦见了杨思，那份喜悦令他醒来时怅然若失。说来也奇怪，都说日有所思，夜有所梦，可梅子在这30年来从未梦见过一次丈夫阿玉。阿玉是远洋船员，在一次结束航行后就突然消失了。梅子曾猜测过，阿玉是不是在海滩上散步时被人强行绑到船上送去了朝鲜，又或许是被卷入风浪葬身大海。但有一天，一通来历不明的电话打来，推翻了梅子对于阿玉死亡的猜测。电话那头本是一片沉默，可当她主动问起对方是否是自己丈夫时，电话又被立马挂断。阿玉没有理由不回来，但也没有理由非得回来。梅子学着去释怀他的离开，可梅子无法忘记两人甜蜜的过往，也无法止住不断哭泣的心。于是她只能抱着缥缈希望，在这持续30年的等待中，日复一日地坚持下去。而在这些年的调查里，梅子与警局的安斋成为了好友，因此安斋能提供内部资料，列出近2年小镇上出现的身份不明死者清单，让田村进行逐一排查。所幸名单里没有符合杨思特征的死者。梅子随后又约见了杨思的同事，可他们都说杨思是个和善有耐心的老师，学生们都很喜欢他，同事之间也相处融洽，他没有理由会主动选择离家出走。调查一时陷入僵局，梅子独自走在昏黄的街道上，却被喝到烂醉的春南拦在了半路。春南恳求梅子能给自己一个机会，他不求结为夫妻，只求阿玉回来前的一段相处。等到阿玉归家，春南保证会立即消失，不再纠缠半分。可他见梅子还是那副执迷不悟的模样，一气之下直接揭开梅子一直不愿面对的事实。在阿玉消失的那天，春南曾在海角见过他，而阿玉一副要外出远行的模样，绝不是所谓的突然消失，他就是早有预谋。梅子闻言连忙逃回家中，仿佛只要不去想，不去面对，她的丈夫就是意外消失，她就不会是被人抛弃。在接下来的几天里，梅子全身心投入进了杨思失踪的调查中。在杨思不见的前后2周，海面风平浪静，小岛周围也没有目击到可疑船只，不是意外身亡，也不是绑架，和丈夫的消失何其相似。于是在这个夜晚，梅子第一次梦见了丈夫阿玉。梦见他消失的那个下午，她说要出门散步，便披上了一件夹克，再也没有回来过。次日上班，梅子听说警方昨天在海角处拦截到一艘漂流船，她立即就想到了阿玉，而被扣押的船上人员恰好就收治在田村工作的医院里。梅子便在田村的帮助下绕过警察，拿出丈夫的寻人启事，询问对方是否见过这张脸。岂料不慎惊动了门口看守的警方，最后还是高斋出面相助，梅子才免了一场麻烦。其实高斋和旁人一样，都不理解梅子的做法。一个30年都没回来的人，要么是死了，要么就是不想回来，为何非要对阿玉如此执着？可在梅子看来，如果不去主动寻找，不去刻意回想，自己就真的快要把阿玉忘记了。而一旦遗忘，那这30年的坚守就彻底成了笑话，好像是平白浪费了30年的人生。所以梅子恐惧这种遗忘。另一边，由于梅子坚持是自己闯进的医院，田村并未受到什么处分，而他上完夜班后
一直追求他的同事松田就在医院门口等着，确认他无事才肯放心。田村看着对方眼里的关心，一股冲动涌上心头，他主动提出一起吃早饭的邀请，随后便和松田去宾馆里做了更加亲密的事。在杨思消失的这2年里，田村找遍日本大大小小的地方，可什么线索也没有。他只得在无数个日夜里反反复复责问自己，是不是哪里做得还不够好，是不是哪里对不起对方。田村在悲伤与自我怀疑的泥沼中苦苦挣扎了2年，精神也已濒临崩溃的边缘。而此时此刻，松田向他伸出来的手变成了他能够上岸的唯一救赎。可激情过后，随之而来的愧疚感又让田村满目愁容。梅子能等阿玉30年，自己仅仅是等了2年就等不下去了，会不会太对不起杨思了？然而松田接下来的追问几乎打消了田村所有顾虑。松田询问自己是否还能奢望更多的感情，那副小心翼翼的态度让田村感受到一股真切的温暖。已经许久都没被人这么好好爱过了啊。梅子从警局出来后，照例先去看望母亲，可她这一次走进家门，却没能得到如往常一样的回应。梅子颤抖着手掀开被褥，发现母亲早已没了气息。丈夫当年毫无征兆的突然消失，也在梅子心中撕开了一道难以愈合的大口子。而母亲的离世更是犹如一记重锤，将她最后的依靠也彻底击碎。梅子在葬礼上看着宾客来来去去，一切都仿佛与她无关。直到僧人念诵经文的声音传来，恍惚间她才回过神来，意识到这仅剩的唯一家人也已经永远离开了自己。死后天大地大，她只是一根无根的浮萍。而在这极度的悲伤中，梅子心底那股隐隐约约的被抛弃感在此刻被无限放大。为什么身边重要的人总是离她而去？为什么他们都如此狠心，不打一声招呼就擅自离开？为什么自己只能眼睁睁地承受一次又一次失去，却无力改变分毫？葬礼上的屏风是母亲生前最喜爱的一句禅语：雁过长空，影沉寒水，雁无踪之意，水无留影之心。世间万物变化无穷，而他要真能像那一江澄澈的寒水就好了。无论生前身后是怎样变化，一颗心却平静如水，不起波澜，做到真正的洒脱，去留无意，自由自在。可那终究只是奢望罢了。清晨时分的料峭寒意已渐渐融化在越来越灿烂的阳光里，杏子熟了，枫叶红了，而杨思还是不知所踪。梅子这天受邀去村民家中做客，未曾想这2位受过父亲照拂的村民竟是为春楠做起了说客。村民说，春楠最近变得越来越不对劲，工作总是出现纰漏，生活也一塌糊涂，不是酗酒就是发疯。他是为了你才变得如此疯狂，而你如今没了家人，丈夫也不知所踪，春楠不正是你最好的选择吗？一旁的春楠等到2人走后，便再次向梅子祈求一个机会。自从母亲去世后，梅子身形愈发消瘦，她看在眼里，痛在心里，真的想为梅子做些什么。可梅子最不耻的就是这种在自己脆弱之时企图趁虚而入的感情。她受够了春楠的这份死缠烂打，便告诉他赶紧走得远远，多难受都和自己无关，别再出现在自己面前。屡次受到拒绝的春楠一气之下，便在这个夜晚夺门而出，独自乘着小船离开了小岛。次日一早，春楠失踪的消息传遍了整座小渔村。身处舆论中心的梅子内心满是慌乱与无措，所有人都在劝她和春楠在一起，逼着她赶紧给出一份答案。可她没有放下阿玉，又怎能开启新的生活？而现在春楠的离家出走倒全成了她的错误。看着春楠母亲眼里的责备，梅子心中五味杂陈，委屈、无奈、愧疚堵得她胸口发闷，却又不知该如何辩解。与此同时，她帮田村撰写的失踪调查报告也正式交到了丁长手中，接下来等待有关部门进行发布即可。可就在这时，田村提出需要一份报告的复印件，好让他交由家庭法院打离婚官司。原来田村在这段时间与松田的甜蜜相处中，已渐渐放下了杨思。为一个不会回家的人，2年来
四处奔走，夜夜伤心，这样的日子他已经过够了。他人生里还有无数个宝贵的2年，他不能再这样浪费下去了。相较之下，珍惜眼前人，抓住此刻实实在在的幸福，才是更为明智的选择。有人能陪自己吃饭，用石头剪刀布决定谁去洗碗，阳光好的时候可以相拥在一起睡午觉。田村自认没有梅子那般坚强，但这些微不足道的快乐却构成了他继续前行的希望。而梅子本以为在这条漫长且孤寂名为等待的道路上，有人会陪他一直前行，可田村竟只花了2年就选择放下过去，挥手作别往昔的痛苦与牵挂。梅子在怅然的同时，也不禁开始反问自己，那我呢？在这漫长的等待中，我已然错失了15个2年，而我本有15次机会能够重新开启新的生活，可我为何仍在原地坚守？梅子以为答案会藏在过去与丈夫的回忆中，藏在那份对丈夫的思念里。于是她一回家就迫不及待播放起那盘磁带，熟悉的嗓音从录音机中传来，梅子原本已经动摇的心重新坚定了下来。是的，她要继续等丈夫回来。可下一秒，磁带突然断裂，录音机的声音戛然而止。梅子在寂静无声的房间里再一次迷失了前行的方向。这一年似乎注定是个多事之秋，先是母亲骤然离世，而后春楠又失踪，如今阿玉的母亲也突发疾病去世。葬礼结束后，阿玉父亲单独找到梅子，告诉他妻子去世前都还在问阿玉有没有回来。梅子忍不住叹了口气，原来不止他一人在等阿玉归家。可阿玉父亲这么说，也是想要劝梅子早日放下过去，向前看。阿玉那家伙从小就任性妄为，想一出是一出，活得自私又随性。梅子这30年来为他付出了那么多，已经是仁至义尽了，没有人会责备他的。然而对于梅子来说，等待早已融入她的生命，成为一种难以割舍的习惯。尽管这过程充满孤寂与煎熬，但只要还有那么一点点的希望，她就会继续在等待的道路上徘徊。而梅子怎么都没想到，在回家的路上，她竟会撞见田村那消失2年的丈夫杨思。梅子拦下了杨思，她想替田村追问一个为什么，也想为自己寻找一个答案。他们这种人究竟是出于什么原因会选择不告而别？杨思其实也想不明白缘由，他只是不想过这种一眼就可以望到头的人生。结婚、生子、买房、再生子，田村的人生计划就像一个囚笼，将他死死困在了原地。于是当他散步到海边时，就一时兴起，跟随海洋调查船在海上待了整整10个月，最近才回了日本。梅子闻言只觉可笑，这些男人在离开时就有没有考虑过他们的想法吗？是生还是死？是和别人跑了，还是遭遇了意外？无人知晓。而留在家中等待的人便在各种纷乱的猜测中煎熬，每10秒转换一次心情，一会儿觉得丈夫只是有苦不能回而释然，一会儿又觉得丈夫是背叛了自己而深陷痛苦，根本没法好好生活。杨思知道自己做得太过分，所以无论是重归于好，还是就此别过，他都还欠田村一句抱歉。可杨思又不敢独自面对田村，便在梅子的陪伴下敲开了曾经的房门。而田村恰好与松田在收拾行李，准备搬家。对于杨思的归来，田村感受不到半点喜悦，他只感到一阵崩溃与愤怒，以为现在跪在自己面前，轻飘飘说一句对不起，就能抵消过去的痛苦和悲伤了吗？而田村扇累了杨思，转而对尽心尽力帮自己找丈夫的梅子也生出了几分怨恨。明知道他已经开始新生活，把杨思带过来又有什么意义呢？在他这里，杨思是生是死都不重要了，因为他已经放下，不再需要那份交代了。可现在旧事重提，除了再次揭开心中的伤疤，究竟还能做什么？田村劝梅子早日放下幻想，30年的时间，是人是鬼都该爬回来了，可阿玉始终没有出现，这不是已经把答案明摆着写出来了吗？他不会再回来了，继续活在梦里只会让自己越来越痛苦，白白浪费往后的时光。
梅子知道田村也是为了自己好，但放下又谈何容易。从田村家里出来后，他就一个人坐在家中发呆，岂料杨思竟会主动找上门来。杨思对这一片人生地不熟，加上屋外暴雨倾盆，便只好暂时借住于梅子家中。而他注意到梅子打印的寻人启事，不禁羡慕起了阿玉，消失了30年却还能被人爱着。杨思在外的这2年里，不是没有想过田村，他也想回去继续曾经的恩爱，可他又没有信心能和田村继续走下去。然而他与梅子絮絮叨叨说了半天，也没个有力的理由来解释明白他为什么离开。梅子突然意识到，也许理由从来都不重要，一个要走的人是留不住的。就在这时，屋内的和氏录音机引起杨思的注意，在得知梅子有盘磁带断裂后，他便主动帮忙修好了磁带。播放按钮按下的一瞬间，熟悉的声音再度萦绕于梅子的耳畔，而杨思光是听这段对话，就能真切地感受到曾经的梅子和阿玉是那样幸福甜蜜。是啊，正因为往昔的幸福太过刻骨铭心，所以梅子根本做不到放下。然而播放过程中，某一刻突然变弱的人声清晰昭示着磁带曾经断裂的痕迹，即便现在修好了，可那缺失的部分终究无法修复如初，一如他和阿玉逝去的时光再也没有回去的可能。等到夜深，梅子在卧室里对着丈夫留下的吉他开始絮絮叨叨诉说自己的想念与痛苦。她回望起这些年的人生，小时候父亲总是一副严厉的模样，不肯说出心里的想法。母亲生前拜托大家在葬礼上演奏民谣这件事，也从来没有人通知过自己。好端端的爱人也是一声不吭就突然离开了自己。梅子想不明白，为什么大家总是不和自己说那些重要的事，为什么从不告诉自己想要知道的事。在这一刻，她也想离开了。梅子想起了那个决绝向前的田村，便也想坐上那艘远洋的轮船，逃离这片伤心地。无论是否会开启新生，她都不想再继续无望地等下去了。而就在这时，闻讯赶来的杨思主动走上前来，扮演起阿玉的角色。相同的境遇，类似的过往，使得梅子在恍惚间将杨思认作了丈夫。她颤抖双手紧紧拥抱着杨思，而那压抑多年的困惑与悲伤也在这一刻得以尽数释放。回来就好，不要再离开了，不要再丢下自己一人。然而当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洒进屋内，一切又都如泡影般消散不见。阿玉没有回来，回来的是杨思，而杨思也终要回到他自己的家中去。等到杨思离开后，梅子推开家门，屋外是一片灿烂阳光，而那阳光之下，是他无数次盼望期待有人归来的小道，如今依旧空无一人。梅子如往常一般去工厂上班，结果渔业协会突然传来消息，称消失多日的春楠已经回来了。听到这个消息的瞬间，梅子的第一反应是抑制不住的狂喜。她连忙冲去春楠母亲家中，汇报起这个好消息。可当春楠出现在自己面前时，原本的喜悦瞬间被愤怒与不甘所取代。这个痴等了自己30年的男人，在离开一段时间后，最终还是没有放弃，又回到了他的身边。可自己深爱的那个人呢？整整30年都没有回来过。两相一对比，那自己一直坚信的那份爱究竟算什么呢？春楠的重新出现彻底粉碎了梅子一直以来抱有的幻想，也让她过去30年的等待在这一瞬间变成了笑话。心中的痛苦淹没了梅子的理智，她发疯般朝海边跑去，恨不得一头扎进海里直接淹死。而春楠就在身后紧追不舍，追问她的心中有没有那么一点点自己的位置。离开的这段时间里，她到底有没有担心过自己？可春楠明明是为了自己而离开，梅子又怎么会不担心呢？只是这份担心在对阿玉的执着面前，一直被她有意无意地忽略了。此刻看着春楠那坚定而又充满期待的眼神，梅子终于敢直面那个一直被自己逃避的答案，不会再有人回来了。过去的30年里，梅子将等待当作唯一的救命稻草，而从她下定决心踏上等待之路的那一刻起，她的人生也被永远封存了起来。
可春楠的离去又归来，明明白白告诉他，如果阿月还活着，那这30年里他有无数个机会可以回到自己身边，可他却始终没有出现。那么阿玉究竟发生了什么，又做出了怎样的选择，已经不言而喻。冰凉的海水不断冲刷着梅子的身体，也让他的头脑逐渐冷静了下来。在春楠担忧的眼神中，梅子缓缓转身朝着岸边走去，海风吹乱了他的发梢，却也拨开了那层覆盖在眼前30年的重重迷雾。梅子看清了脚下的道路，知道了这条海岸线有多么美丽，便也清楚这1001个辗转反侧的夜晚终于结束了。他不会再无止境地沉浸在痛苦之中了，他漫长的等待终于画上了句号。全篇完。哦，对了，如果喜欢阿月讲的这个故事的话，别忘了点击右下角的订阅按钮哦，让我们每晚在光影23室相互陪伴。主动释怀也许比执着更加需要勇气。千叶一夜是2022年日本剧情片。阿月以前看过一段话，说所有大张旗鼓的离开都是试探，真正的离开是悄无声息的。那个想要离开的人只是挑了一个风和日丽的下午，裹了件最常穿的风衣，出了门，然后就再也没有回来过。而影片直到结尾也都没有交代阿玉当初离开的理由，以及他此后的下落究竟如何。和梅子一样，我也总是沉浸在回忆中无法自拔，可执着于破碎的过往只会让自己不断受伤。但放下执念，释怀在乎之人的离开，嘴上说的轻巧，做起来又谈何容易。这注定是一段漫长的疗愈过程，所以给自己一段时间去悲伤，去缅怀都很正常，但不能让这种情绪长期主导生活。想离开的人选择在一个普通的日子悄然离去，我也可以在平凡的日子里重新出发，从身边的小事做起，培养新的兴趣爱好，拓展社交圈子，投身于工作或学习中。在这个过程中，我所学会的是与自己和解，就像影片中的田村那样，在经历了一段时间的等待和痛苦后，尝试接受新的感情，新的生活。因为放下不是忘记，而是不再让过去的伤痛阻碍我们前行的脚步。如今光影23室已经启用了热推功能，通过台湾朋友们的点击支持，可以帮阿月实现影片的更广泛曝光。具体操作步骤在说明栏中有详细说明，这将有助于我结识更多的观众朋友。阿月在此先行谢过，真诚希望在台湾的您能帮我尝试一下。再一次感谢大家的支持。如果你喜欢我讲述的故事，可以点击观看光影23室的播客列表，这里面分类整理了阿月讲述的近500部电影故事，总有一款适合陪伴您进入甜蜜的梦乡。当然也不要忘了订阅光影23室，这样就能第一时间查看我的最新视频。